这日我们搭乘北欧航空，从波兰格但斯克飞往丹麦哥本哈根，飞行时间才1个小时。抵达哥本哈根机场，在机场内就有各种交通工具前往市区。我们买了车票，搭上5C 巴士，在车上还遇到了查票员。5C 巴士从机场直抵 Nest House 大门口，这也是我选择这家 hostel 的原因，实在太方便了。Nest House 哥本哈根自称是奢华的 hostel。1235，哇，这房间超多的，真的好像监狱哦。不错啊。来到可怕的北欧，超级小、超级贵的房间。我是订双人房型，有卫浴，有舒服的双人床，就没有任何家具了。北欧设计的一个很简约的风格。一个晚上的房价是4550元，同时我也查了一下2026年夏天的房价，竟然已经涨到了6200元。公共空间很不错，交流与活动的设施蛮多。才初抵哥本哈根，另一半就说我比较喜欢波兰。老实说，哥本哈根是有点脏，有点贵，蛮多地方在重建。我们决定3天都用走路的方式，慢慢探索这个城市。这张地图是我们到访的景点。逛了市集，看了卫兵交接仪式，去了最美的地标新港，还有小美人鱼，当然也一定要去咖啡馆，百年的、时髦的都没有错过。刚到哥本哈根，放了行李，肚子太饿了，没思考空间，我们就来到了市政厅广场对面的麦当劳。第一餐就用麦当劳来看物价吧。这样总共差不多500块台币吧。98块丹麦克朗，对不对？比较夸张的是这个番茄酱包要3块克朗，差不多接近15块台币。500块台币的麦当劳开动了。不过这一集哥本哈根的旅行是2023年夏天，到现在已经过了2年半。我提到的价格大家就当作参考，自行再增加个2-3成的物价吧。走过哥本哈根街头，刚好正值 Copenhagen Pride 的活动，这是每年夏天的活动，是丹麦最大的年度人权节日。现在是晚上8点25分，天还这么亮。国王新广场。我们走过丹麦皇家剧院，这座建于18世纪的建筑是丹麦戏剧、歌剧和芭蕾舞的艺术中心。古典建筑物上都包上了彩虹旗，既古典又充满活力。黄昏时来到新港，这是哥本哈根最经典的印象吧，真的非常浪漫雅。这条运河是17世纪时由瑞典战俘开凿出来的，以前可是水手们寻欢作乐的商业港口。连安徒生都曾经在这里住过好几年呢。虽然现在已经差不多晚上9点了，黄昏色调美得动人，而且还有路过的可爱丹麦妹主动帮我们拍合照耶。
我们来到哥本哈根的美食市集，这个市场位于历史悠久的以色列广场，以前是热闹的露天市集，现在则变成了2栋充满绿意的玻璃建筑。哥本哈根号称美食之都，在这里可以吃到道地的丹麦式沙拉与三明治。市场同时贩售生鲜食材，中间还有鲜艳欲滴的蔬果摊子。另一半说决定把丹麦克朗的标价当作是台币算了，这是哪招？不过这样点餐确实比较轻松，不然乘以5真的很夸张。看起来好像很多好吃的。我们在 Smack 点了大份沙拉，这是一家大排长龙的熟食店。除了观光客，也有当地人。一位上班族男士还热心地告诉我们如何点餐。丹麦克朗，今天吃了沙拉，它是沙拉哦，可以有4种选择，然后有2个 topping 就是上面的这个酱，它还附有面包，还有另外肉类，它这个是牛肉丸。市集的咖啡甜点铺也很多，我们来到 Patisserie Marie France 吃法式草莓塔。点了一杯咖啡 Olé。不过我觉得本日最夸张的是在市集买的一串番茄，6颗竟然要280元台币。一串买，觉得皮好厚而已，又都没什么味道，不好吃。可能是有点观光客价。后来在超市看到的番茄就没那么贵了。离开市集之后，我们随性走进了旁边的绿地，眼前出现一座超梦幻的红砖城堡。这是罗森堡城堡，建于17世纪初，是那位热爱建筑的国王克里斯蒂安4世盖的。这原本只是他的夏季离宫，典型的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红色的砖墙配上青铜色的屋顶与尖塔，很像童话中的场景。那天下着雨，没什么兴致，也就没有买门票进去参观丹麦皇室的王冠与珍宝。不过只在外面的国王花园散散步，看着这座护城河环绕的古堡，也觉得蛮惬意的。我们从波兰旅行过来，波兰都有好多电动滑板车哦。
但是来到哥本哈根，就是大家都骑脚踏车。受力车。哎呦，哎什么？这里吗？对啊，右转啊。都叫凌晨，走。阴天当然要躲到咖啡馆。今天本来要去看小美人鱼的，走着走着就下雨，现在要去找咖啡馆比较实在。不过欧洲人都不喜欢撑伞，这个雨还有一点点大，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没带伞。是吗？到了吗？我们来到 Coffee Collective， 这是很斯堪的纳维亚、很呼格的咖啡馆哦。我们来到位于热闹的私处隔街旁的店铺，这条私处隔街可是欧洲最长的步行街之一。咖啡馆的单品咖啡和拿铁非常不错，柠檬口味的可颂，柔软又浓郁的甜美滋味。坐在浪漫梦幻的商店街廊道，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中庭廊道却在天井花海下一片明亮。这种丹麦式的幸福真的好呼格啊！就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私处隔街上突然传来一阵鼓声，我追了出去，原来是皇家卫队的游行队伍，他们戴着标志性的高毛帽，身穿帅气的红色上衣，正精神抖擞地穿过市中心。午后下了一阵雨，然后开始艳阳高照，蓝天白云，人们又全部涌到阳光底下，都忘却了方才许多人被淋成落汤鸡的模样。北欧的天空真让人捉摸不定。由城市的街角走向圆塔，那圆形醒目的外观就在眼前。这座塔建于17世纪，和罗森堡城堡一样，也是由国王克里斯蒂安下令建造，是欧洲仍在使用的最古老天文台。特别的是，爬上塔楼不是走楼梯，而是走缓缓的坡道，一直螺旋向上。以前圆塔上方还有大学图书馆，因此设计了这条宽阔盘旋而上、有7圈半的螺旋走廊。据说以前真的可以让马车直接把书运上塔，真的非常奇妙。内部宽阔明亮，轻松惬意地随着缓坡往上爬，塔上的每一扇窗子都可见到美丽的街角市景。So without me, there is no business. But if you're a rancher, I think you deserve at least 40%. 不得不说，来到哥本哈根，到处充满着呼格氛围。呼格是丹麦语，发音为呼格。
代表着幸福、舒适、温暖、安逸。在哥本哈根街头，明信片、笔记本、招牌随处可见这个字。来一杯咖啡、热红酒，空间中的一点香气，植物与温度，这就是丹麦人的生活精神信念。今天我也想当个充满呼格感的旅人，还可以在上面狂欢呢，开 party 好棒哦！从市中心走回住的地方大约20分钟，走回去的路上沿着河，经过好多的博物馆，时常可见宏伟的古典建筑。就这样漫步在夜色之中。香蕉用根计算2.75，番茄一包差不多这样500克，20元。muffin 的那个6块。傍晚吃的丹麦式热狗，从一个挖好中空的面包中塞进热狗，番茄酱什么的也塞到爆出来。把它这样子塞。看，等一下哦，不要偷咬。Thank you。拿饮料吧。2根，他都把它挤到面包里。最后还是要看看可乐指数，在 7-Eleven 买的一瓶要19丹麦克朗，相当于90元台币。这是近午，我们来到阿马林堡宫，这里由4座原本属于贵族的洛可可式宫殿组成，后来才成为皇室居所。我们12点来是为了看卫兵交接仪式。原来丹麦皇家卫队的服装和英国是很相似的，都有一个高高的帽子，而且丹麦的帽子好像特别毛，超级可爱。这支皇家卫队从1658年就开始保卫国王了。八角形广场挤满了人，一圈圈的人潮围住交接仪式的范围。不过不要紧张，卫兵交接仪式会持续很久，所以虽然游人如织，大家一定会轮流看到。好可爱的帽子，很多女生啊，我帮看。是要走这条路。
接下来是必访景点小美人鱼，它位于长堤公园港口的岩石上。来看哥本哈根最重要的地标小美人鱼。小美人鱼果然是哥本哈根象征，朝圣者人潮汹涌，小小一个小美人鱼都快被淹没了。这座雕像是1913年由嘉士伯啤酒创办人的儿子，因为迷恋安徒生童话的芭蕾舞剧，而特别请雕塑家铸造的，看起来非常凄美。除了小美人鱼雕像，这里的港湾景色也很优美，郊游散步都非常惬意。哇，你看它里面两车转。这条车道。你说是哥本哈根大学就是那个量子物理学家波尔研究室。每个城市都一定会有一家百年咖啡馆。我们来到1870年开业的 La Glace， 这是哥本哈根最古老的甜点店，依旧风华绝代。这里最特别的是每桌必备的一盆鲜奶油，把它加进用银壶装成的黑咖啡里，口感瞬间变得香醇圆润。这喝法太有趣了，虽然摩卡闪电泡芙甜到爆炸，但却好吃到让我们两个抢着吃，连可颂沾鲜奶油都超美味，完全是蚂蚁人的天堂。看着穿绿色围裙的侍者穿梭在百年木质家具间，真的好复古。我们的哥本哈根之旅就在这盘惊人又邪恶的鲜奶油中画下最完美的句点。短短地只住了3个晚上，对于哥本哈根也有一点点粗浅认识了吧？这次来到这里，很难不爱上丹麦呼格的生活哲学。慵懒舒适的旅人如我们，也算是在哥本哈根当个呼格的旅人了。刚刚用手机的 APP 购买了哥本哈根车票。今天早上要从哥本哈根搭 Play 航班到雷克雅未克。后面有。